8月29日，一名游客在陕西太白山大文公庙附近徒步时，突然看到对面山头上出现了一只白色的罕见动物，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盯着他看。它的长相很特别，被人称为六不像。它整体来看像是一只体格庞大、肌肉发达的牛，但它的脊背又像棕熊一般高高隆起，脸部像是驼鹿，尾巴宽又扁，好像羊尾巴，后腿像猎狗，脑袋上的角又类似角马。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，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这名游客很兴奋地掏出手机，拍下和他相遇的视频，还朝这只动物招手示意，并大声呼喊自己人自己人。谁知这只动物看了他一眼，扭头就跑路了，好像在说：真不熟，我可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谁跟你是自己人？这只罕见的动物就是灵牛，它虽然叫做牛，但它却被分到了羊亚科。也就是说，它其实是一种羊，叫声也和羊一样，而且和绵羊是近亲，比山羊和绵羊的亲缘关系更近。不过与绵羊不同，灵牛无论雌雄都有一对长角，它的角从额头略向内侧长出，又来回扭转了几个弯，让角尖朝着脑后，所以它也叫金毛牛角羚。灵牛还是不丹的国兽，被称为塔金，地位崇高，总共有4个亚种，这4个亚种在我国都有分布。它们的毛色因为品种和年龄不同而有一定的区别，其中的秦岭灵牛满身都是金黄色的长毛，还与大熊猫、金丝猴、朱鹮一起被称为秦岭四宝。整个灵牛种群在中国仅存数千头，它们常常成群结队的出没，一个种群里可能有20多只灵牛，大的种群能达到100多只。满身的长毛让它们无惧寒冷，但也让它们非常怕热。在夏季气温达到30度时，灵牛每分钟能喘气100多次，因此它们只喜欢生活在海拔2500米以上的森林草甸之中。也许是因为担心生存环境被破坏，它们并不像大多数动物那样怕火，相反还有踏火的习性，非常的神奇。见到森林中的野火，它们往往会集体出动，将火焰踩灭才会离去。成群的灵牛是典型的母系社会，主要由雌性灵牛和幼崽组成。雄性的灵牛一般喜欢独自生活，灵牛群是群体抚养，每一只母牛都将小牛视如己出。在觅食和休息时，母牛会让小牛待在中间，还会有一只健壮的灵牛留在高处放哨，仔细观察和倾听周围的动静。如果发现有什么可疑之处，哨兵就会发出噗噗的警告声，牛群就会迅速聚集在一起，然后母牛们头角向外抵御危险。在秦岭有一种动物被人们称为牛魔王，即使是花豹见了它们也得绕路走，它就是国家1级保护动物灵牛。外表一副憨厚的模样，还和大熊猫同是秦岭4宝之一，但它们的战斗力可不低。雄性的灵牛体重可达300公斤，雌性也有250公斤，据说最重的灵牛体重能达到1吨。加上它们还有打磨自己脚的习惯，2只脚非常锋利，战斗力不可小觑。灵牛的体重虽然重，但是身上基本都是肌肉，甚至能在悬崖峭壁之间穿梭跳跃。凭借强壮的身躯和一身蛮力，在秦岭之中没有任何有蹄动物能和它们争夺食物，它们的天敌也只有虎豹豺狼这样的掠食者。虎和豺目前濒临灭绝，而秦岭中比较常见的花豹，面对一个灵牛群也讨不到什么好处，只能捕食那些落单的灵牛或是幼崽。狼群虽然数量也不少，但是面对狼的威胁，灵牛群也不会坐以待毙。在灵牛群中最为强壮的一头灵牛会带领牛群向前冲锋，声势浩大，不可抵挡。这种群体防御行为并不多见，仅能在灵牛、麝牛和非洲水牛这类体型庞大、长有尖角的物种中才能观测到。非洲水牛冲锋时，连狮子也不敢正面对抗，而灵牛虽然没有非洲水牛那么强壮，但他们的对手也比不上狮群。而除了虎豹豺狼，灵牛之间也不是一团和气。雄性的灵牛游荡在牛群之外，在繁殖季节为了争夺雌性就会发起争斗，如果相差悬殊，落败的一方自然灰溜溜地逃走。而如果势均力敌，2只灵牛就会用自己的尖角和身躯相互攻击，常常会导致一方头角落地，鲜血直流。这样的争斗，如果有一方不自量力，不愿意认输，往往会以重伤和死亡收场。获胜的一方就会与雌性相爱，婚配完成后，雄性灵牛就会离开，寻找下一个牛群，而雌性灵牛在怀孕8个月后就会产下幼崽，并由整个群体抚养。真正能威胁到它们的，还是像老虎这样的顶级掠食者。
但现在老虎也成了濒危物种，没有老虎的压制，羚牛在高原森林里似乎已经成了无冕之王，它们的数量也逐年增加。在我国，6部象只有几千头，是我国1级保护动物，但却有人认为它们的数量增长并非一件好事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6部象羚牛喜欢磨脚来让自己的脚保持锋利，那它们用什么来磨脚呢？自然是森林里无处不在的高大乔木了。被它们用来磨脚的树，往往会因为树皮脱落而死亡。这些树木想长大可不是1天2天的事儿，而羚牛又喜欢群体活动，常常在森林中造成一整片的树木死亡。如果只是磨脚还好，羚牛和山羊一样，凡是能够到它们嘴边的植物几乎都吃，它的食物至少包括了100多种植物。在冬天食物缺乏时，它们还会将一棵棵湾口粗细的树推倒，然后啃食树皮，这些树自然是活不成了。而一开春，羚牛又会成群结队的下山，然后从山脚一路啃到山顶，将刚刚发芽的植被搞得一片狼藉。牛群的数量膨胀，使得秦岭的生态环境迅速改变，对于生活在森林中的各种野生动物都产生了影响。最严重的是，局部泛滥的羚牛和野猪一样，对周围的村民产生了威胁，甚至曾有造成过村民死亡的事故。成群的羚牛其实危险性还要小一些，见到或者听到人的声音都会先尝试逃跑，反而是单独一只的羚牛非常危险，很容易对人发起攻击。这些羚牛往往是因为迷路离开种群，不仅脾气暴躁，还容易跑到山下的村庄、城镇大肆破坏，甚至攻击人类。曾经就有独行的羚牛闯进城区，还将小学的电动门当成了攻击目标，幸好最后被警察驱逐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，以至于生活在秦岭下的村民见到羚牛下山都直呼牛魔王下山了。虽然很多人都担心老虎会伤人，但事实证明，老虎也是野生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环，这也是为什么一直有呼声让老虎野化重归山林的原因。因为法律的限制，人们面对这些野生动物还是显得束手束脚，唯有生物防治才是上策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加关注，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